五一劳动节你放假了吗？如果你有多一天的劳动节的假期之外，你还有得到什么东西吗？你对劳动权利了解多少？让有劳工关系背景的安德鲁社工师告诉你。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5月的第一天是劳动节，大家有没有拿到什么礼物？老板有发礼券吗？有发现金吗？有放假一天吗？我的 FB 跳出8年前公司发给员工超市礼券，庆祝五一劳动节。这一则8年的回顾，有些朋友在底下留言，有的人在早疗中心工作，家长就会问老师说，5月1号早疗中心有放假吗？大概父母放假不想让孩子在家，希望孩子能够上学。有些朋友在工厂工作，老板给大家劳动节的礼物是1箱咖啡，但是那一天要上班，而且还要加班，要大家打起精神，好好努力工作，是吗？在医院，医务社工大部分是归在行政人员。以我们家为例，5月1日这一天是休假日，放假一天，是难得的连假。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医务社工在劳动权上面的问题。休息与一般社福机构的社工比起来，在医院工作就没有听过有回捐的问题。不过呢，过去在西部有不少的医院，特别是公立医院，社工的薪水少得可怜。前一阵子透过医协的努力，大幅提升公家医院的社工薪资待遇。虽然是如此，医务社工的薪水仍普遍低于社福机构的单位，不论是薪资上的低，医务社工师假日要值班加班，有些工作还是需要24小时待命出勤。像有些医院的器官确募工作，以我们家为例，有2名社工师负责休长假要协调，去外县市玩要先说好。当然，这不是只有社工师这样，常合作的医师也需要这样。不能大家都跑光光，如果有捐赠者出现的时候，谁要来处理呢？在我们家，这也不是经常出现弃捐，一年也不会超过10件，但是只要出现，每天只要病人状况不好，就会精神压力很大，必须停止一切的休闲活动，待命。医院的人资部门有一段时间曾经对于劳基法第35条，劳工继续工作4小时，应至少有30分钟的休息，这件事情非常有意见。有时在急诊忙，或在办理出院。还有一次因为弃捐进行脑死判定的时间超过工作时间而有意见，人资部门的人真的是让人很傻眼。难道在脑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要停止脑判操作吗？因为社工师工时满了4个小时，依劳基法第35条，劳工持续工作4小时，应至少有30分钟的休息，所以
休息半个小时，12点半回来继续进行脑判。真的是天方夜谭，因为人资认为脑判是医生的工作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协调师是器官确目成员之一，而且我们家的社工师负责器官确目启动到结束。如果社工师自己休息去吃饭，对医疗团队和家属来说，说得过去吗？人资的人也不认为社工师的工作是劳基法第35条后段，但实行轮班制或其工作有连续性或紧急性者。当中的紧急性其实就是说明了一件事，人资的人员对临床的状况完全不熟悉，不了解，也不来认识，造成组织的劳动风险。说实在的，劳基法第35条，法令已经给予老板空间，只要雇主在工作时间内另行调配其休息时间，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事情。一定要坚持4个小时应该要休息30分钟，这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啦。今天医院的工作中午都有休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制度，又有什么好坚持在紧急和连续性的工作的时候要休息呢？其实人资怕员工申请加班花钱，但是想一想，病房轮班的护理师工作不就是8个小时工作吗？也没有中午12点一到，病房的护理师全部跑光。真的是很死脑筋耶。在大型组织中，有一个部门叫人力资源部，过去这个单位叫做人事，现今的公家单位人事部门很常见。不信的话，国中小学都有这个部门。人事与人力资源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？人事就是处理事务性的单位，例如加保、退保、出缺勤等工作。人资其实也有做人事的事情，但是人力资源多了资源的一个概念，需要有策略、有方向性的做人事的工作，才能有办法活化组织的战力，这是最大的不同。在社福机构遇到劳动的问题，请先上网找资料，最好找公部门的案例汇编为主，比较好进行比较。另外也可以找找看有没有解释令，如果都找不到，直接写信到劳动部的民意信箱询问。如果要找人资谈的时候，才有纸本的文件可以拿出来，有时用说的比较没有说服力。另外还有一个电话可以拨，劳工可以拨，老板也可以打电话来做询问。电话是1955，不是1966哦，1966是长照专线。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的一个服务。当初最早是以移工服务为主，又为了一般民众可透过单一号码，服务的内容有提供双语服务，中文、泰文、印尼语、越南语、英语，法令的咨询、受理申诉服务，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，转介保护安置服务及转介其他相关部门。如果你是社工，另外还可以透过卫生福利部已建制的社福人员劳动申诉及沟通平台，如接获劳动法令之申诉案件，劳动部会立即交由地方政府进行查处，保障
社工人员的劳动权益。对于社工人员的薪资给付，社福机构应依照约定给付，千万不要以不正当的方式损害社工人员受领薪资的权益。劳资需要和谐，当老板的不要什么事都往钱包里看，特别是在劳动上面的问题。今天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，希望当人资的朋友多了解自己公司的每一个部门的工作，你才会知道前线人员的辛苦。因为劳动法令是民法，所以很多时间是透过协商、会谈达成共识，又因为一部分法令要管所有的产业，一定会有很多的调整。不同行业别在同一条劳基法上的适用性会有所不同。如果有关劳动的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如果我有能力回答，我会在下面给你一些意见。你喜欢这类的劳动权益相关问题的影片吗？喜欢请告诉我，我会再找机会拍相关的主题。我是医务社工师。